还好，月老拿出了一枚戒指类的储物法宝，又笑道：这是大法师命我送你的东西，似乎是几本功法。你如今尚未成仙，就能得大法师传法，这真是前所未有之事啊！李长寿紧绷的心弦稍微松了一下，对月老腼腆一笑。虽然好奇大法师给自己什么功法，但也没有着急查看。接过戒指，李长寿又对月老问候几句。可能是李长寿真的有洪荒之心哥哥的潜在气质，不多时，月老就叹了一口气，在梦境中的凉亭中讲述了自己正心烦之事。哦，大法师停下搞道理之风了。李长寿闻言心底一喜，感觉自己生命安全系数瞬间提升了几个基点。堂堂大教仙宗，门内道侣成风，虽是自然随性，可又成何体统？不小心还押了个韵。李长寿的心情顿时欢畅了许多，与月老继续闲聊了一阵。忽而李长寿的心底灵光一闪，注视着面前的月老。大法师让月老前来，莫非还有其他考量？李长寿沉吟几声，很快就已经明白大法师让月老来见自己的深层用意。大法师这是有意提醒自己，可以让月老出面，在敖乙大婚时给东海龙宫二太子敖乙、鲛人族小公主送去一些贺礼，为天庭刷存在感。天庭如今要高手没高手，要威名没有威名，除了富有功德，其他可以称得上是一穷二白。当然了，这是跟龙族相比了哈。借敖乙大婚给龙族送贺礼，算是天庭步入全体龙族的视线。一个不错的切入点。还要让龙族记忆犹新，更要让龙族感觉到新奇。龙族洪荒大户裔，除却先天灵宝、先天至宝，他们当真是不缺宝物。但到时候月老一现身，拿一颗被月老祝福过的姻缘红绣球，祝福敖乙与那小公主和和美美、恩恩爱爱，绝对是为天庭的加分项了。当下李长寿就要开口，但是话都到了嘴边，却变成了：前辈，我有一个朋友，不知可否请前辈帮他稳一下姻缘。李长寿心中警觉，此事需禀明玉帝，自己不可擅自安排天庭正神。听李长寿所请，月老心底虽然有些失落，但还是含笑点头。自然可以。你这位朋友看上了哪般女子啊？李长寿沉吟几声，正色道：我这位朋友是东海龙宫二太子敖乙，我与他相交，因为知己。听闻他近日做了一件糊涂事，尚未成婚就与鲛人一族的某位公主有了夫妻之实。晚辈心里觉得此事略微有些不妥，也担心乙兄会因为其他的事干扰，辜负了这位鲛人族的公主，所以就想请前辈您出手稳住他们二人的姻缘。前辈您执掌天道之宝，若是出手，天道自生感应，凡事也都会促进他们二人感情，此事就稳了。月老眨眨眼，心底的失落一扫而空，笑道：原来真是你朋友之事。不然呢？月老顿时抚须大笑，看李长寿的目光比此前更增几分赞赏。月老笑道：好，此事我回去就帮你做了，放心就是。李长寿连忙做道揖：我替乙兄谢过前辈。月老连说不必多礼，对这个人教后生仔是越看越欣喜。尊师重道有礼数，义气当头有为先。好不容易开口求的姻缘，还是为了自己朋友，也并非是旁人那般借他月老之红绳行命格纠缠之事，说到底也只是缠对方男或女的身子。
长寿所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月老临走时还忍不住感慨，能与长寿为友，当真是一件幸事。李长寿笑道，若能与前辈引为忘年之交，也是晚辈的幸事。月老顿时笑得老脸开花，如此龙族上天之事又找到了一个小小的突破口。李长寿自梦境中挣脱，暗中观察周遭变化，发现并无人关注自己，也就继续做感悟突破之状。似乎是发现了他也在突破，李长寿身周也出现了一圈仙力结界，这应是九巫所作。此刻李长寿的心底禁不住赞叹了几声，大法师终究还是大法师，随心随意，心无所遂，又能够观察入微，能看到他这个小法师所看不到的角度，直接让月老找上门来提醒他龙族上天之事还可以从这方面入手。虽然李长寿也考虑过大法师让月老来送东西有可能纯粹是顺手支持月老，但是比起大法师的懒，李长寿更愿意相信自己的靠山高深莫测。手中捏着那枚法宝戒指，李长寿根本不急着看里面有什么，又担心大法师还有其他的指示，也就冒着一点点风险悄悄地将其炼化。很快李长寿看到了其内那堆成小山的宝材灵石，但是根据这些宝材灵石的种类与残留气息，判断应该是月老所赠。而在戒指小乾坤的最中间，也是最显眼的位置，有着一个小小的灰色布包，其内似乎只有2本古老的书简。李长寿的仙识勉强看到一卷玉简外侧贴着的4字标签，额头顿时挂满黑线。这撒豆成兵？怪不得大法师现在让月老不搞人教仙宗了，原来是发现了我这一个法宝人能顶4、5个法宝人，现在还想让我扩大规模呗。摇摇头，李长寿轻轻一叹，启动了海神庙地下的指导人，找了一个角落写自己第2封奏表。现在天庭还没给他发工资，他已经开始提前进入工作了。这就好比还在试用期就开始操着总经理的心，干着董事长助理的活儿。这封奏表是建议玉帝陛下安排月老到时候去给敖乙和鲛人族小公主贺喜。李长寿一边斟酌一边提笔，将各种情形都考虑清楚，避免玉帝不喜，也避免龙族对天庭起反感之心。天庭月老殿后殿，月老从神威殿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此地，调出东海龙宫2太子敖乙的姻缘泥人，并将与之相关的泥人都引了出来。细细一看，也有3个之多。围绕敖乙的3只姻缘泥人中，离敖乙最近的是截教金鳌岛炼气士汉芷，最远的是一名龙女，而不远不近的便是人身鱼尾的鲛人族小公主。敖乙的姻缘泥人也是少年身形，眉清目秀。此时他身上飞出的3根红绳中，对应那龙女的一根最短，只有线头。那龙女的红绳虽长，但是根本牵不到敖乙这边。这是龙女单相思，而敖乙对其仅有微弱的好感。敖乙的3根红绳中，探向汉芷的那根红绳最长，而汉芷的红绳也探了出来，但是2根红绳错了方向，并未缠绕。鲛人族小公主的红绳就厉害了，似乎是前几天刚靠过来，与敖乙的姻缘泥人一同长出对应彼此的红绳。此刻2根红绳已经缠绕在了一起，并慢慢地拉扯着2只姻缘泥人靠近。月老端着盆栽相思树一阵观摩，仔细推算，很快就缓缓点头。
这种情况与李长寿所言一般无二。月老啥情况没见过呀？这般明显是典型的干柴烈火一夜烧，感觉对方都不错。当下月老先取出天道宝物金剪刀，咔嚓2声，将敖乙和汉纸的红绳各自剪短了大半截。那汉纸的姻缘泥人顿时朝着远处挪走了一些。月老又查看了一下单相思龙女身上的红绳，发现敖乙的这个表姐早已经有其他2根缠好的红绳了。哎呀，这龙族的红绳大多都是这般糟乱，修一修就是了。查看了一下鲛人族小公主的姻缘泥人，发现她倒是单纯的很，只有这1根红绳。随后月老眯眼笑了笑，在自己身上的喜袍上取出了1根线头，把这根红线在敖乙与那鲛人族小公主的红线上轻轻一搭，小心翼翼地缠绕几周，打了一个同心结，锁死再说。长寿可放心矣。月老轻笑几声，将敖乙与鲛人小公主的姻缘泥人送回原处。兜率宫后院的那棵树下，今天兜率宫的风儿也是一如既往的安宁呢。玄都大法师伸了个懒腰，侧躺在树下的软垫上，抬手撑着脑壳，悠闲的闭目小憩。拔死的恨。大法师让月老送来的神通，一卷是撒豆成兵，一卷是云凝立誓，这让李长寿深深地感觉到了自己今后被重点培养的方向。一人成洪荒人教大集团军战斗序列，这是任何一版原版的神通想要进行魔改都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灵感、思路。李长寿此时还没有机会打开这2本神通，也不确定他们今后是否能够派上用场。总之呢，不能辜负大法师的一片苦心，回去好好的琢磨琢磨，最少也要掌握原版神通吧。海神庙那边，李长寿借着老神仙皮肤的指导人已经将第2封奏表写好，随后他就找来熊寨的2名神使，带着2头半乌熊人去了一处偏僻村落。现在天庭旨意尚未下达，李长寿也无法在海神庙中摆玉帝的神位，所以呢，就找了这一处渔村做试点，让村民们拜祭海神的同时，也用香火供奉着海神背后的男人玉皇大帝。到今日，这里的玉帝神位已经接纳了不少香火，应该能让玉帝陛下生出微弱的感应。李长寿到了一处密室中，布置好结界，对玉帝牌位上了3炷香做了一个深揖，道：小神有要事，启奏玉帝陛下。那镀金镶玉的牌位流转出少许的道运波动，显然是在回应李长寿。不过1个时辰，东木公急匆匆地从天庭赶来，在海神庙与李长寿碰面。李长寿特意关注了一下东木公的精气神，发现已经恢复如常。虽然遭遇碰瓷儿，对于洪荒炼气士们来说是比较新奇且憋屈的遭遇，但是之前东木公也没有损失什么，只是被恶作剧捉弄了一番，过了气儿头也就没事了。其实归根结底啊，在洪荒被人碰瓷儿，终究只是神通本领不如人罢了。2个人寒暄几句，李长寿便将第2份奏表递给了东木公。东木公不敢耽误，立刻就要回去复命。李长寿却喊了一声：木公且慢。怎么了？东木公又转过身来，面露正色，看着面前这位慈眉善目、白发苍苍的清瘦老者。此刻凭东木公的眼力和修为，已是有些分辨不出这到底是海神的化身还是本体。东木公正色道：海神还有哪般嘱咐？木公与月老殿的月老可熟？自然。
东木公笑道：此前也是多亏了月老相助，贫道才成了美士，如今与夫人相敬如宾，和和美美。李长寿沉吟几声，言道：稍后陛下若对月老下达旨意，还请木公叮嘱月老4句话。我本想将这4句话写在奏表，但又想这般小事只是咱们为臣之道，呈给陛下看，未免有些卖弄之嫌。哦，东木公道：还请道友言明。李长寿叮嘱：若月老代表天庭外出，还需时刻谨记，不能以修为高低论尊卑，更不能以寿元长短排辈分。言行举止代表陛下之威仪，凡事不做许诺，稳妥行事。东木公闻言略微思索，以明其中要义，对李长寿做了一个道揖，叹道：海神这般叮嘱，不只是说给月老言听，贫道受教了。李长寿笑了笑，并未多说什么。这种能够卖木工人情的微妙误会，不戳破也是无妨。这封奏表内容虽简单，但比上一封要难写许多。李长寿一是担心玉帝会觉得如此过于的兴师动众，像是天庭有意巴结龙族，从而暗戳戳的不爽；二来呢，怕玉帝用力过猛，对龙族展露太过好感，导致后续让龙族对天庭难以建起敬畏之心。除此之外，他又不能直接告诉玉帝该如何做，只能够上表给建议，任何决断还是由玉帝说了算。故此，李长寿反复斟酌，遣词用句，修改10数次之后，才觉得稳了。至于效果如何，那就只能观后事，顺便等木工再次前来时，给个用户反馈了。